大家好，我是新源。佛陀的故事已经出了很多期节目了，这期我们开始介绍佛陀的10大弟子传记故事，故事非常精彩。虽然有些人知道一些，但可能不知道这么的详细。仅舍利弗传记就有15章之多。今天我们先讲述前4章的内容。第1章，真正的老师。年轻的舍利弗，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他身材高挑，十分英俊，眼神明亮，手臂修长。他继承了他著名学者父亲的才华，给人一种学识渊博的感觉。当时的学术界没有人不知道这位杰出的年轻学者。舍利弗20岁时离开了家乡和父母，出门拜师学道，追求真理。他最初拜了著名的婆罗门山蛇耶为师，但不久后他就觉得山蛇耶的知识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于是决定离开。这时他的唯一知己目犍连也有同感，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创立自己的学团，招收学生。他们自信满满，认为世上没有比他们更聪明的人，也没有人配当他们的老师。舍利弗和目犍连不仅年纪相仿，知识和思想也相近，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相处融洽。除了自我修行和教学之外，他们对其他学者毫不放在眼里。有一天，舍利弗在王舍城的街上偶然遇到佛陀的弟子阿说示比丘。阿说示是最早跟随佛陀的5位比丘之一，经过多年苦行后，终于听闻佛陀的4圣谛教义，实现了圣果。他举止庄重，风度翩翩。舍利弗一见，心生敬意，忍不住上前向他请教：“不好意思，请问您这位修行者，您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叫阿说示，住在离城不远的竹林精舍。”阿说示比丘点头回答。“请问您的老师是谁？他平时教导你们些什么？”舍利弗以一种长者的口吻询问。“我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他是释迦族的出生，他常教导我们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真理。虽然我还未完全理解，但我记得他常说一切事物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还有一切行为都是无常的，生灭就是法则，一切生灭都已止息，那是幸福的终点。我们都非常感激老师的教导。”舍利弗从阿说示口中听到了佛陀和他的教义，宛如一道震撼的闪电，如清晨的阳光一般，瞬间洒在他身上。他的疑虑和困惑似乎一扫而空。两人继续交谈，就像老友一样亲切，最后决定一起去见佛陀。舍利弗回到自己的住处，目犍连看到他兴高采烈的模样，忍不住问：“舍利弗，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高兴？”目犍连：“我真的很高兴，这是我今生最幸福的时刻，我找到了我们的老师。”“别太过夸张了，谁能够成为我们的老师？”目犍连还有些怀疑。“就是佛陀。”“没错，就是佛陀。”舍利弗肯定地回答。舍利弗向目犍连详细描述了阿说示口中关于佛陀和他的教义的一切，他们俩听得如痴如醉，热泪盈眶。这段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无足轻重，但对于像舍利弗这样一位寻求真理的人来说，他改变了一切。因为只有懂得因缘的人，才能理解佛法。第2天，舍利弗和目犍连带着200名弟子一同前往竹林精舍，皈依佛陀。佛陀也感到欣然接受，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能够理解他的真理的人，而舍利弗和目犍连也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导师。第2章，监督其园的工程。舍利弗皈依佛陀后，僧团的力量逐渐壮大。佛陀非常信任舍利弗，首次委派他北上弘法并监督其园精舍的建设。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竹林精舍位于南印度的摩揭陀国，是佛陀刚刚成道的时候建立的。然而在印度的北方，佛教尚未建立根据地。一位北方焦萨弥罗国舍卫城的富商，由于南方的亲戚，有幸亲见佛陀，并自愿皈依佛教。他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愿，希望在北方兴建一座精舍，供养佛陀和弘扬佛法。这位富商以黄金购得舍卫城一位名叫支陀太子的花园，打算在这里兴建精舍，以供养佛陀。然后他请求佛陀派遣一位能够设计和督导工程的专才前去。因为佛陀尚未去过北方，那里是外道信仰盛行，所以不仅需要监督建筑，还需要有能力降服外道的弟子。因此佛陀派遣了舍利弗与这位富商一同前往北方的舍卫城。精舍刚刚动工，就遭遇到了麻烦。许多外道羡慕佛教的扩展，他们联合起来试图劝说这位富商放弃兴建精舍。
甚至要他抛弃对佛陀的信仰。然而，这位富商已经接受了佛陀的法教，坚决不愿听信外道的劝说。于是，外道决定与佛陀的弟子舍利弗进行辩论，试图击败佛教，以劝说富商放弃信仰。富商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担心。他认为一个单独的舍利弗如何能够与众多的外道辩论？他急切地向舍利弗请教，但舍利弗却感到兴奋。他认为这是向外道宣扬佛陀的教义的绝佳机会。于是，他答应参加辩论。辩论的日子定下来了，许多外道选出数十名主辩手，而佛教只派出了舍利弗一人。尽管佛教方面只有舍利弗一位代表，但舍利弗的智慧和学识堪比千万外道。舍利弗出生在婆罗门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著名的婆罗门学者，是印度一流的学者。舍利弗在家族的背景和遗传基础下，精通了各种外道的经典，而且他自己也成为了佛陀的弟子，证得了圣果。因此，舍利弗成为与外道辩论的理想代表。这场辩论无需多言，舍利弗取得了胜利。有些外道人也被真理所感动，他们表示愿意接受舍利弗的引导，皈依佛陀。这一次，舍利弗代表佛陀引导了成千上万人皈依佛教。这使富商感到佛教的伟大，他由衷的敬佩舍利弗，也感激佛陀的智慧。在舍利弗的设计下，祇园精舍的工程迅速展开。精舍包括16个大殿、60座小堂，分别用于集会、寝室、休息、卫生、储物等用途。此外，还有运动场、浴场、食堂等等。当精舍即将完工时，舍利弗询问富商：“请看，天空中出现了什么？”富商答道：“尊者，我看不到任何东西。”舍利弗说：“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肉眼无法观察到的现象。但现在你可以借助我的天眼来看看。”富商重新看向天空，他看到了许多宏伟壮丽的宫殿。富商高兴地告诉舍利弗：“尊者，我看到了许多华丽的宫殿。”舍利弗解释说：“这些宫殿都位于6亿天，因为你慷慨地捐赠精舍，虽然它还没有完工，但在6亿天中，你的宫殿早已建成。”富商问道：“那么，尊者，我将来应该居住在哪个天宫呢？”舍利弗回答：“刀立天的寿命很长，如果你修行并虔诚地追随佛教，那里是一个不容易堕落的地方。”富商表示愿意将来转生在刀立天宫，同时其他宫殿都逐渐消失，只剩下刀立天的宫殿，他在空中熠熠生辉，给富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喜悦。第3章不退大成金说到这个须达长者能够借助舍利弗的天眼看到天上宫殿的故事，还有一个关于舍利弗的天眼的传说，发生在他60多小劫以前修行菩萨道的时候。当时舍利弗怀着发愿救度众生的诚挚心愿，行大成布施。他愿意无私地将自己的财产，包括房产、土地、金银等一切，欣然布施给他人。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甚至愿意将自己的身体和性命也布施出去。这个发愿之力触动了天地，引来了一位天人，他化身成一个年轻人，等待在舍利弗通常经过的路上。当舍利弗走过时，这位年轻人突然开始大声痛哭。舍利弗被这哭声吸引，走到年轻人面前，关切地询问年轻人为什么在这里如此伤心地哭泣。年轻人答：“告诉你也没用。”舍利弗说：“我是一名学道的沙门，发愿救度众生于苦难之中。只要你有所需，我会用我所有的东西来满足你的愿望。”年轻人仍然痛哭：“你帮不了我的忙。我之所以伤心哭泣，不是因为缺少世俗的财富，而是因为我的母亲得了绝症。医生说，唯有用一个修行者的眼睛煮药，才能治好他的病。现在活人的眼睛已经很难找到，更何况要一个修行者的眼珠呢？我怎么能指望修行者愿意将眼珠给我呢？每当我想到母亲躺在床上痛苦不堪，我就不禁在这里伤心痛哭。”舍利弗安慰他：“这个问题不大。如我之前所说，我是一位修行者，我愿意将一个眼珠布施给你，以救你母亲的病。”年轻人大喜，跳了起来：“你真的愿意将一个眼珠给我吗？”舍利弗答应：“我已经布施出我的一切财产，现在我希望能更进一步，行大乘菩萨道，甚至愿意布施我的身体。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愿意接受我的身体的人。今天我终于遇到了你，你成全了我修行的愿望，我非常感激你，请办法将我的一只眼珠取走吧。”年轻人建议：“
这不行，我怎么能强迫你将眼珠给我呢？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亲自挖出来给我。舍利弗同意了这个建议，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他勇敢地挖出了左眼，然后将它交给年轻人，说：“感谢你成全了我的愿望，请把它拿走吧。”然而，年轻人接过眼珠后，大声喊道：“糟了，为什么你挖下的是左眼？医生告诉我，要用修行者的右眼才能治好母亲的病。”舍利弗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他怎么没有先询问年轻人呢？现在该怎么办呢？他只剩下一个眼睛，如果再将右眼挖出来给年轻人，那他将无法看到世界。但舍利弗并没有怨恨别人，他认为发愿要贯彻到底，就算要救人，也要救得彻底。他想，难得遇到一个愿意接受布施并帮助实现他修行愿望的人，那么就将右眼也挖出来给他吧。于是舍利弗安慰年轻人说：“别着急，刚才是我的疏忽，没有事先确认，就挖下了眼珠。现在我明白了，人的身体本是虚幻和无常的。我还有右眼，我愿意将它挖出来，用来煎药，治愈你母亲的病。”舍利弗说完，再次下定决心，勇敢忍受疼痛，挖出了右眼，并交给了年轻人。年轻人接过舍利弗的眼珠，却没有表示感激，而是将眼珠嗅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扔在地上，还恶言恶语地责骂道：“你这个修行者是怎么回事？你的眼珠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根本不能用来治疗我母亲的病。”随后，他将舍利弗的眼珠踩在地上。尽管舍利弗已经失去了视力，但他的听觉仍然敏锐。他听到年轻人的嘲讽和眼珠在地上被踩碎的声音。舍利弗叹了口气，心里想：众生的救度真是艰难，菩萨心难以产生。也许我应该先专心修行，关注自己的修道，而不是过于急于度化他人。就在舍利弗陷入犹豫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出现了许多天人。他们对舍利弗说道：“修道者，不要失去信心。刚才的年轻人是我们天界的代表，来测试你的菩萨心。你应该更加勇敢和坚定地前行，按照你的愿望去修学。”舍利弗听后感到惭愧，他的利他菩萨心再次燃起，立刻发自内心地坚定了不退的修行决心。自从那个时刻起，舍利弗不曾停歇，不断努力学习。60多小节来，他一直不懈地追求道路。最终，他遇到了佛陀，证得了圣果，也因此拥有了天眼通的能力。第4章受了不净时，舍利弗是佛陀的首要弟子，聪明才智非凡，有特殊的神通。他虽然有着这些特点，但对佛陀一直充满信仰，从未背叛佛陀的教导。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沙弥罗侯罗在舍利弗带领下去托钵乞食，但回来后脸色不太好。佛陀察觉到了他的不满，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罗侯罗低头不好意思，但还是说出了内心的烦恼。上座资深的比丘和中座次资深的比丘，每次外出托钵乞食都能得到美味的供养，而新学道的沙弥们却只有简单的饭菜，这让信众对于布施有了分别的心情。佛陀当然知道这种情况，但他告诉罗侯罗，不应该因为吃的问题而发牢骚。罗侯罗要加入僧团是为了修行，而不是为了享受美味的供养。罗侯罗的回答是合理的，他说沙弥们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支持修行，因此需要更好的食物。但佛陀还是告诉他不要太在意这些，修行才是最重要的。虽然佛陀这么说，但他也知道信众分别供养的问题令人不满。事后，佛陀召见舍利弗，告诉他今天受了不净食物。舍利弗大吃一惊，赶紧把当天的食物吐出来。他解释说，自从皈依佛陀以来，他一直按照佛陀的启示规定行事，绝不接受不净食物。佛陀明白了舍利弗的心意，解释说，在僧团中不仅要遵循佛陀的教导，还要照顾到所有的弟子，特别是年轻的沙弥。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供养也应该公平分配。舍利弗对佛陀的教导充满感激，他总是虚心接受佛陀的指导。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如果您对佛陀是大弟子的故事，请别忘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更新提醒的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